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Rishi Narang 的《打开量化投资的黑箱》。作者 Rishi Narang 是 Thalasis Capital 的创始合伙人，也是华尔街资深的量化交易先驱。他曾共同创立了知名量化对冲基金 TradeWorks， 在开发、构建和管理系统化投资策略方面拥有超过20年的实战经验。他的《打开量化投资的黑箱》这本书打破了市场对于机器取代人脑的误解，展示了量化基金真实的运作流程。从预测收益、控制风险到落地交易，这套复杂系统的背后并不是计算机在凭空想象。量化分析师的工作是把人类经过验证的经济学常识与市场规律转化为严格执行的代码逻辑。现在让我们翻开这本书，拨开量化交易那层神秘的外壳，看看严密的逻辑和系统究竟是如何代替人类的情绪，在充满摩擦的金融市场中识别机会的。金融市场每天都会产生海量的交易信息，每一个参与资金博弈的人都渴望提前知道资产价格的下一步走向。在量化投资的框架中，专门负责进行这种方向性预测的模块被称为阿尔法模型 Alpha Model。 阿尔法模型的唯一任务就是寻找那些能够产生超额收益的市场信号。那么计算机是如何生成这些预测信号的？从构建逻辑来看，主要分为两大阵营：理论驱动型 Theory Driven 和数据驱动型 Data Driven。 理论驱动型模型是先基于一个客观的经济学假设，比如当突发利好消息传出时，由于大量资金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建仓，市场价格往往不能在瞬间反映出真实的公允价值，这就在时间上形成了一个定价滞后的窗口。基于这个定价滞后的假设，通过设定规则，让系统在利好出现时率先买入，等待后续买盘将价格推高，从而实现盈利。因为这种策略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所以一旦发生亏损，管理者立刻就能知道去哪里排查问题，是资金传导机制变快了，还是模型参数设定出了错。数据驱动型模型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运作路径，它不预设任何经济学前提，而是直接将金融市场视为一个纯粹的数字矩阵。依靠强大的算力和统计算法，系统在以 TBG 的历史数据中持续挖掘资产价格变动之间的隐秘相关性。例如，系统可能会发现，当原油价格上涨时，某几只看似毫无关联的工业股票在3个交易日后具有较高的下跌概率。数据驱动模型并不关心这种现象背后的具体经济学解释，只要该模式在统计学上的胜率满足设定的阈值，系统就会据此生成交易指令。作为资金配置者，如果选择依据经济规律进行交易，就必须在价格波动时坚守原有的商业逻辑判断；如果依赖数据统计规律，就必须确保样本数量充足，并严格设置止损线，以防范历史数据的小概率失效。弄清楚自己究竟是靠什么逻辑在市场中获利，是执行任何买卖动作的先决条件。在理论驱动型的框架下，有2种经过长期市场检验的经典策略：趋势与均值回复。这2种策略代表了对市场价格消化信息方式的截然相反的理解，但它们的有效性均深植于人类群体行为的客观缺陷之中。趋势策略的核心假设是资产价格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持续的定向运动，这种现象的底层推手通常是资金建仓的连续性以及市场羊群效应。当一家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发生重大结构性拐点时，大型机构资金无法在单一交易日内完成庞大的筹码配置，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的买入动作会形成一股稳定的向上推力。趋势模型的任务就是通过量化指标及早识别出这股资金动能，并顺势加入，直到动能出现明确的衰竭信号。趋势交易从不试图买在最低点或卖在最高点，而是买入正在上涨的资产，卖出正在下跌的资产。这种策略的盈利特征是胜率较低，往往需要通过快速止损来砍掉大量失败的试错交易，将利润空间留给少数几次能够贯穿全年的大级别趋势。
均值回复策略则建立在市场频繁反应过度的假设之上。在短期内，人类的恐慌与贪婪极易将资产价格推至严重脱离其公允价值的极端水平。一则突发的负面新闻可能引发踩踏式的抛售，导致资产被严重错杀。均值回复模型通过设定的统计偏离度指标，识别这种非理性的市场错配。其操作指令是逆势而为，在资产遭遇恐慌性抛售，指标触及极端低位时买入，预期价格最终会随着情绪平复而向长期的历史均线靠拢。普通投资者在交易中持续亏损的根源，正是在于他们的策略逻辑是错乱的。许多人在买入时因为看到价格突破而进场，使用的是趋势逻辑，但当价格跌破支撑位，本该坚决止损时，却转而采用均值回复的逻辑去不断加仓摊平成本，试图等待反弹。一个严密的投资系统要求配置者必须预先划定明确的行为边界，一旦选定利用哪一种市场偏差来获取利润，就必须将相应的买卖规则与风控机制贯彻到底，屏蔽一切与初始逻辑相悖的主观操作。如果说理论驱动模型依赖于人类对市场常识的抽象，那么数据驱动模型则彻底摒弃了人为的叙事逻辑，专注于挖掘数据本身的结构规律。这一流派中最具代表性的实战应用便是统计套利 （statistical arbitrage）。与传统基本面分析逐一审视公司财务报表，评估单一资产绝对价值的路径不同，统计套利将视野聚焦于不同资产价格之间的相对关系。系统通过并行处理成千上万只证券的历史交易数据，寻找那些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价格走势高度同步的资产对或资产群。以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为例，作为同赛道巨头，其股价波动通常受到相同宏观经济因子和行业周期的深刻影响，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性。当系统监测到这两只股票的价格关系出现短暂的显著背离，比如可口可乐因某家机构的被动调仓而突然大幅上涨，同时百事可乐小幅下跌时，统计套利模型就会识别出交易机会。在这个结构性偏差出现的瞬间，执行规则会下达双向指令，同时做空表现异常强势的可口可乐，并买入表现相对弱势的百事可乐。这套系统不需要先判断两家公司当下谁的经营状况更好，它仅仅基于严密的统计学概率，即这种由短期资金扰动带来的价格偏离，最终会向长期的历史相关性回归。一旦两者的价格差缩小至正常区间，系统便会同时平仓两端头寸，锁定中间的差价利润，而不依赖同期大盘指数时涨时跌。统计套利的运作高度依赖庞大的算力支撑和低延迟的数据反馈，以确保捕捉到的相关性具备统计上的稳健性，而非历史数据的偶然巧合。这种获取相对价值的方法要求操作者将关注点从对单个公司未来的主观臆测转移到对资产间客观比价关系的严密监控上。通过在高度相关的资产之间建立对冲结构，剥离掉整体市场的系统性波动，投资者就可以利用市场局部的定价失效来实现稳定盈利。在金融市场中，仅仅拥有精准的盈利预测是远远不够的。当阿尔法模型发现了一个高胜率的买入信号时，它只解决了收益来源的问题，但为了获取这笔潜在的利润，资金需要暴露在多大的未知危险之中。要解决这个问题，量化系统必须建立一套防御机制，也就是风险模型 （risk model）。风险模型的作用并不是消灭风险，而是精准剥离掉那些系统不想承担的额外的非结构性危险。比如预测模型发现某家区域性银行被严重低估，决定买入，但这笔买入动作不仅是压住这家银行的经营水平，更是被迫打包承担了整个金融板块的走势和宏观利率的波动。如果恰好遇到央行突然加息，板块的集体暴跌会瞬间吞噬掉这只股票本身的上涨空间。为了防范这种情况，风险模型会强制施加约束条件。它可能会要求系统在买入该区域性银行的同时，
做空相应的金融行业指数基金，或者做空另一家基本面较弱的同类银行。通过建立这种对冲结构，风险模型成功剥离了宏观利率和行业周期的波动影响，将系统的风险敞口严格限制在该区域性银行相对于同行的独立表现上。大多数普通投资者在构建个人投资组合时，往往只关注资产可能涨多少，而忽略了持仓结构中的风险重叠。比如，同时买入多只科技类公司的资产，表面上看似分散了单家公司的非系统性风险，但实际上，整个账户的资金仍然高度暴露在单一赛道的周期波动中。一旦行业面临结构性拐点，这种缺乏风险模型约束的持仓就会演变成一次次惨烈的财富绞杀。有效的资金管理要求我们在每一次执行买入动作前，清晰地划定自己愿意承受的风险边界，并通过对冲或分散大类资产，主动关闭那些不可控的风险敞口。当阿尔法模型规划了盈利蓝图，风险模型划定了安全边界之后，量化系统还需要面对金融世界中一个极具破坏力的现实因素——摩擦损耗。在理论回测中，每一次买卖似乎都能以理想的价格瞬间成交，但在真实的资金流转过程中，交易动作本身就会产生成本。为了精确测算这些损耗，量化系统引入了交易成本模型 Transaction Cost Model。 任何一次在金融市场中的买卖都伴随着3种层次的成本。第一层是最直观的显性成本，也就是支付给券商的佣金和交易所的规费 Regulatory and Exchange Fees。 第二层是滑点 Slippage， 它源于订单下达与最终执行之间的时间差。市场价格是时刻变动的，当系统决定以10元的价格买入时，几毫秒的延迟可能导致最终的成交价变成 10.05 元。这看似微小的差价，在日积月累的高频交易中会形成巨大的资金流失。而第三层，也是大型资金配置者最为关注的隐性损耗，被称为市场冲击 Market Impact。 市场上的流动性是由买卖双方的挂单共同构成的订单簿。当一笔庞大的买入订单进入市场时，它会迅速消耗掉当前最优价格的卖单，并被迫向上寻找更高的价格成交。换句话说，资金自身的买入动作推高了资产的购买成本，而资金的卖出动作又会压低资产的变现价格。交易规模越大，这种市场冲击带来的隐性成本就越昂贵。交易成本模型的运作机制，就是要在每次交易执行前，预先计算出这笔订单可能引发的流动性消耗，并将其折算为具体的资金损耗率。如果阿尔法模型预测某笔交易能带来 1% 的预期收益，但交易成本模型测算出为了完成这笔大额买卖，滑点和市场冲击将吃掉 1.5% 的利润，那么这笔交易在商业逻辑上就是亏损的，系统将直接否决该买入指令。许多人在日常交易中频繁买卖，试图捕捉每一个微小的价格波动，却完全忽略了买卖价差、手续费以及滑点对本金的持续侵蚀。金融市场的财富转移并非免费，每一次换手都需要支付通道费用。我们必须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成本核算机制，将交易频率严格控制在预期收益能够完全覆盖摩擦成本的范围之内，避免在无效的频繁操作中耗尽本金的复利潜力。在量化系统完成收益预测、风险评估和成本核算之后，所有数据和约束条件最终都会汇聚到一个处理枢纽，由它进行统筹和综合决策。这个处理枢纽被称为投资组合构建模型 Portfolio Construction Model。 阿尔法模型可能同时发现了成百上千个潜在的盈利机会，但系统的总资金是有限的。投资组合构建模型的任务就是通过复杂的数学优化算法，在有限的资源下寻找一个最优的资金配置比例。它需要在处理过程中平衡相互冲突的目标，既要最大化阿尔法模型提供的预期回报，又要确保整体持仓满足风险模型设定的多样化指标，同时还要将交易成本模型的预估损耗降至最低。
在具体的执行步骤上，系统通常会采用均值方差优化等严密的算法规则。例如，系统当前监测到两只产生买入信号的资产，资产 A 的预期收益极高，但历史波动率极大；资产 B 的预期收益中等，但走势相对稳健，且与资产 A 的行业周期关联度极低。构建模型不会简单粗暴地将资金平均分配给两者，而是会根据它们各自的收益风险比、市场流动性状况以及彼此之间的对冲效果，计算出精确的仓位权重。最终下达的指令可能是将总资金的 15% 配置给资产 A， 35% 配置给资产 B， 其余资金留作现金等价物以备不时之需。不仅如此，投资组合构建模型还是一个动态运转的平衡器。随着市场价格的持续变动，原本处于最优状态的资产配置结构会逐渐发生倾斜。某些资产因为价格大幅上涨而超出了设定的风险权重，或者某些资产的阿尔法信号开始出现衰减。此时，构建模型会定期启动再平衡机制，自动生成调整指令，削减超额配置的资产，补充比例偏低的资产，确保整个账户的资金分布始终处于预先设定的安全边际内。对于个人资金管理者而言，有效的资产配置绝不只是寻找几只好标的那么简单。确定投资标的只是第一步，更为关键的是每项资产在总账户中的配置比例。缺乏整体统筹思维的操作，往往会导致在单一高风险资产上投入过多本金。建立客观的仓位管理规则，定期审视各类资产的底层相关性，并进行动态的再平衡，才能保持账户长期结构韧性，稳健跨越市场周期。投资组合构建模型决定了系统需要持有何种资产以及具体的配置比例。具体的买卖指令下达后，如何将这些指令在真实的金融市场中转化为实际的头寸，就需要执行模型 execution model。 执行模型的核心目标是以成本最低、对市场价格影响最小的方式完成大额的资金部署。当大型机构资金需要买入10万股某公司的资产时，如果直接向市场下达单一的市价单，庞大的买入需求会瞬间消耗掉订单簿上的存量卖单，直接推高资产的成交价格。这种由资金自身的交易行为引发的成本上升，被称为市场冲击成本。为了降低这种摩擦损耗，执行模型通常会采用特定算法交易，将大额订单切分为数百个微小的子订单，分散在特定的时间窗口内逐步执行。以成交量加权平均价 Volume Weighted Average Price 算法为例，系统会深度分析该资产在历史交易日内的成交量分布数据。如果统计数据表明该资产全天 15% 的成交量通常集中在开盘后的第1个小时，执行模型就会严格控制在这个时间段内只释放总订单量 15% 的买入需求。通过这种按比例切分的方式，大笔资金的买入动作能够平滑地并入市场原有的流动性分布中，有效隐藏交易意图，防止资产价格被资金提前拉升。除了对订单进行时间维度的切割，执行模型还需要在主动获取流动性与被动提供流动性之间做出权衡。主动执行意味着系统以当前的对手价立刻成交，这保证了交易的确定性，但需要支付买卖价差作为代价。被动执行则是将订单挂在理想的价格位置等待成交，这能够节省价差成本，但面临资产价格单边上扬导致最终无法成交的风险。成熟的量化系统会根据阿尔法模型预测信号的衰减周期，动态调整执行的激进程度。如果预测信号的有效窗口非常短暂，系统会偏向主动执行，以支付摩擦成本换取时间优势。如果信号是基于数月的长周期趋势，系统则会采用被动执行，耐心等待流动性配合。这种对细节的严密把控说明，资产的买卖并非简单的按键操作，管理流动性、控制滑点与价差，本身就是守住利润空间的核心环节。个人在交易流动性相对匮乏的资产时，通过限价单等待市场波动，避开交易冷清的时段，是降低资金损耗的有效路径。
在量化系统构建完成后，还要经过严密的检验。审视系统有效性时，最容易让人产生盈利错觉的是一条表现优异的历史回测收益曲线。在数据统计领域，模型可以通过增加各种复杂的限制条件和参数，去精准契合过去发生的所有价格波动。这种现象被称为过度拟合 （overfitting）。过度拟合的模型把历史数据中随机的噪音当成了必然的市场规律，一旦将其接入未来的真实市场环境，往往会面临严重的业绩坍塌。为了剔除过度拟合的干扰，验证策略是否抓住了真实存在的商业规律，系统评估必须依赖样本外测试 （output sample testing）。在策略开发阶段，研究人员会将掌握的历史数据严格划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称为样本内数据 （in-sample data）， 专门用于寻找统计规律、设计算法和训练模型。第二部分则是样本外数据，它在模型开发期间被完全隔离，如同一个锁在保险箱里的数据盲盒。只有当模型的所有规则和参数都固定之后，才会被允许在这个全新的数据集上进行一次性的运行测试。如果一个策略在样本内数据中表现出 20% 的年化收益率，而在进入他从未见过的样本外数据时，收益率迅速缩水至 2%， 甚至出现持续的资金回撤。这说明该模型并没有发现可以重复的金融逻辑，仅仅是机械拟合了过去的价格轨迹。对于外部资金配置者而言，评估一个基金的盈利能力，不能仅仅停留在其宣传手册上的历史高点。关键的评估指标在于，该策略在跨越不同经济周期，或者面对全新的宏观数据环境时，是否依然能够保持正向的预期收益。真正的预测优势必须能够在未知的测试中得到验证，而不是依靠对已发生事实的参数调整。掌握这一检验机制，能够帮助投资者在面对市面上众多标榜高收益的金融产品时，保持客观的审视标准，避免将资金托付给那些只在特定历史切片中有效的短期策略。评估一个量化投资系统的最后一个维度，在于考察其逻辑的透明度以及面对极端市场环境的结构韧性。金融市场处于不断的动态演化之中，任何一种基于市场偏差的预测信号都具有生命周期。当某个隐秘的资产相关性被越来越多的资金发现并利用时，该策略的利润空间就会被不断挤压。因此，一个具备长期生存能力的量化系统必须拥有合理的模型更新机制以及可被解释的底层基本面支撑。虽然量化基金的具体数学公式和代码是保密的商业资产，但其获取收益的核心逻辑必须是清晰且符合商业常识的。如果一个策略的持续盈利无法归结为某种明确的市场微观结构缺陷或投资者群体行为偏差，其长期的可靠性就缺乏坚实的根基。同时，严密的系统在设计之初就会内嵌明确的容错机制。资金管理者需要预先划定边界，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样的宏观变量发生改变时，当前的阿尔法模型会失去预测效力。以统计套利模型为例，它的运转高度依赖于不同资产之间稳定的相关性分布。但在全球流动性枯竭的极端危机爆发时，市场原有的定价逻辑会被打破，所有资产类别的相关性会迅速收敛，呈现同涨同跌的局面。在这种环境下，传统的统计套利将面临严重的策略失效和资金损耗。结构稳健的量化系统，其风险模型会在监测到此类宏观周期异动时，自动触发防御机制，大规模削减持仓杠杆或直接暂停交易指令的输出，以保全本金，而不是机械地继续执行原有买卖动作。将这种风控思维平移到个人的资产管理中，这意味着在执行任何一笔投资前，核心焦点应当从预测利润转移到排查风险边界上。明确认知策略的适用范围，并为必然到来的市场意外设定应对预案，才是资金在经济周期的更迭中实现长期稳健增长的有效路径。打开量化投资的黑箱，向我们展示了那些庞大的量化基金，其内部是精密构建的系统化投资架构。从寻找市场定价偏离的阿尔法模型，
到剥离系统性危险的风险模型，再到核算摩擦损耗的交易成本模型，以及统筹全局的投资组合构建模型。这是一套将经济学常识、概率分布与严格纪律紧密结合的执行闭环。理解这套系统的运转机制，其核心价值不仅在于认识量化交易本身，更在于为个人的资金配置提供一面客观的镜子。它向我们揭示，真实的金融市场充满摩擦与不确定性。在执行任何买卖动作前，明确收益的具体来源，主动关闭不可控的风险敞口，摒弃主观情绪的干扰，才是资金实现长期增长的有效路径。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快速致富的奇迹，只希望与您一起阅读好书，慢慢变富。如果本期内容对您有所启发，欢迎您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您的举手之劳都是在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相信您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您带来更稳健的回报。感谢您看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